大家好，我是丢牛。有一个传统的3号位英雄，最近在1号位上的表现十分抢眼，他就是末日使者 Doom。不管是高分路人局还是比赛里，最近经常能够看到他打大哥的身影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研究末日自命使版本以来的一些相关改动，同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细节。末日的先天技能叫做等级痛苦，效果是末日会对等级比自己低的敌人多造成 25% 的攻击伤害，只有攻击性质的伤害会被放大，比如打一发炎刃，只有当次普攻的伤害会被放大 25%， 炎刃的灼烧伤害不会受到影响。即时攻击技能也会被放大，比如莲花反弹 PA 标，这里实际对 PA 造成的伤害比标本身的伤害要高，因为标也是攻击性质的。英灵胸针或者金箍棒触发时的额外魔法伤害也是攻击性质的，也可以被等级痛苦放大。所以末日触发胸针时的总伤害就是面板攻击力先乘以 1.8 再乘以 1.25。等级痛苦的伤害调整和作用于末日这边的其他伤害调整加法叠加，比如触发盘子的时候造成的伤害会被降低 100%。 如果末日顶着盘子进行普攻，依然可以对比自己等级低的敌人造成 25% 的伤害。30级末日打同为30级的敌人也能触发等级痛苦。30级以下的时候就一定要打比自己等级低的才能触发。可以对风暴双雄、小熊以及幻象触发，因为这些单位也都有跟本体相关的等级。等级痛苦可以被破坏，可以被幻象继承。末日使者总共有3个命时，第一个命时叫做暴食，有2个效果。第一个效果是一技能吞噬会有2点充能，所以可以连吃2个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命1吞噬的充能时间跟技能原本的冷却时间并不相同，命2、命3的吞噬冷却时间是70秒，而命1吞噬的充能时间要久一点，有80秒。这里顺便再提一点关于吞噬技能本身的改动，之前有过吞噬 buff 提供生命恢复或者提供额外护甲的效果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只留下了 buff 结束时结算额外赏金这一个效果。暴食命时的第2个效果是末日获得的野怪技能会升1级，野怪技能的等级在面板上会显示4个等级，不过最多只能自动升到3级，不管多大后期的野怪都是只有3级的技能。第4级技能是给部分英雄准备的，末日就是其中之一。命1末日在30分钟之后吃到的野怪技能就会是4级的，4级的头狼暴击倍率会从3级的 250% 提升到 300%。 除了末日的暴食命时，陈的魔晶也能让宝宝的技能升到第4级。网友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，末日身上的野怪技能会不会自动升级？15分钟、30分钟的时候需不需要再吃一次相同野怪来升级技能？ 7.35 更新的时候明确写了，说吞噬的中立生物技能会随时间自动升级，但是很奇怪，当前版本实测下来，末日的野怪技能依然不能自动升级。比如现在末日身上是2级的人马踩，会造成50点伤害，等到15分钟之后再踩一次，可以看到伤害依然是50，所以并没有自动升级。然后更坑的是，末日这里想升级野怪技能并不是直接再吃一次人马就行了，我这里如果直接吃人马，可以看到仍然是2级的踩，只有先换成别的技能，然后再吃回人马，此时才会是升级过的踩。可以看到现在终于是3级踩的75点伤害了。好在技能不升级这个问题只有暴食命时才有，如果是命2、命3末日，可以看到开局吃的人马会在15分钟的时候自动升到2级，所以就是系统检测等级的时候忘了考虑暴食命时等级加1的情况。15分钟的时候检测到你已经是2级的技能了，所以不给升级。等到30分钟的时候，命1末日的野怪技能等级会自动升到3级，此时如果想获得4级的技能，依然需要手动去换野怪更新一下。末日的第2个命时叫做恶魔的交易，效果是末日能以 85% 的价格出售物品，正常情况是10秒之后半价出售。不过这个命时有一个负面效果，是买活钱会多 20%。 恶魔的交易之前有过 bug， 就是系统计算能否买活的时候不会单独考虑末日，所以末日就有可能出现界面上显示可以买活，但是却点不了。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，显示能买活就一定能买。水人可以继承恶魔的交易，所以水人想卖装备的时候，如果变成命2末日也会是 85% 的出售价格。如果水人在末日形态下阵亡，不会受到额外买活钱的影响，是正常的买活钱，因为死了变形形态就结束了。恶魔的交易乍一看效果一般，85%的价格卖装备看上去用处比较有限，但其实这才是现在大哥末日的核心。比如可以在身上存款2800多的时候卖掉点金，然后直接做出辉耀。
说完辉耀，可以再把点金给买回来，继续增加打钱效率。然后存款有2100多的时候，再次卖掉点金，直接做出 BKB。后期同理，在充分享受点金收益的同时，还能让提升自己即时战力的装备能够更早做出来。打到后期，辉耀也是可以卖的，更新成正面战力更高的装备。末日的第3个命时叫做末日来临，效果是大招末日的持续时间会随着游戏时间而越来越长，每 6.66 分钟提升 0.66 秒。比如当游戏进行到6分40秒的时候，大招末日的持续时间会从16秒提高到 16.66 秒，13分20秒的时候提高到 17.32 秒，以此类推。拿50分钟为例，已经算是比较后期了。此时命3末日的大招会持续 20.62 秒，总共提升了 4.62 秒。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命时还会降低大招的伤害，现在不再降低了，不过效果看上去依然没有很强力。DOTA buff 显示，大多数的末日玩家都会选择命1爆10，占比 59%。1号位末日目前来说还只是高分局以及比赛里的常客，全局来看，命2的选择占比并没有很高，只有 31%。命3末日来临的选择率最低，不到 10%， 胜率的话3个命时都不高。除了先天技能跟命时，2技能焦土近期有一个暗改也很值得聊一下。7.39 之前，魔晶焦土的回血一直都属于吸血。我们用 7.39 之前的客户端，正常情况这里焦土每跳回血是39点，带着圣洁吊坠依然是每跳39，说明不是治疗。如果带的是散滑，可以看到回血变高了，说明当时的魔晶属于吸血。现在不一样了，魔晶回血可以被圣洁吊坠放大，散滑反而不行，说明从吸血改成了治疗。这个是跟着 7.39 生命回复一起改的，不太清楚为什么要一起暗改末日魔晶。反正现在那些只能降低生命回复，不能降低治疗的技能，比如屠夫 A 杖、小黑 A 杖、大毒球这种，都不再能降低末日的魔晶回血。只有冰眼冰甲这种同时带有减治疗的效果才可以。7.38 有一条关于技能反弹的改动，从某种意义上也对末日有影响。之前敌人反弹的末日大是否有 A 杖的效果，取决于套着莲花的敌军身上有没有 A 杖。现在是取决于末日有没有 A 杖。A 杖末日大莲花，即使对面没有 A 杖，那么自己吃到的也会是范围杜姆。同理，对面也能享受末日来临命时的持续时间，还有25级的2个天赋破坏和锁闭也都会被对面反弹的杜姆所继承。视频最后展示下7000到8500分数段路人局大哥末日比较流行的出装路线，前期基本都会出护腕、香味和点金，然后绝大部分的大哥末日都会做辉耀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存款差不多的时候可以卖掉点金，让辉耀更早到手。辉耀之后根据局势选择 BKB、鱼叉、双刀或者分身。鱼叉很适合大哥末日，一是可以用来破林肯，二是回音击让先天技能增加攻击伤害的效果发挥得更好。在后面出的比较多的有大引刀、强袭、蝴蝶、力量跳刀。OK， 今天就聊这么多，老哥们有学到的话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